你是怎么刷牙的？好，有些人会先用过水啊，牙刷，挤上牙膏，刷牙，刷完牙漱漱口，是这样吗？噔噔，是错的哦。这样的刷牙现在不是这样教了哦。依据美国牙医学会的建议啊，有流血就记得这边不一定，有时候上报牙科讲喙齿，大家好，我是上报老业务医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牙菌斑跟刷牙，这大家每天都在做的事，大家做的对吗？那不好好刷牙会怎样呢？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牙菌斑大概是我们食物残渣慢慢的剥落，再加上上皮细胞混合一些细菌造成的啦。大概20分钟吃完之后，20分钟慢慢的就会沉淀在你的牙齿表面上。当然沉淀越厚越不容易刷掉啦。有时候我们会跟病人讲，黑的是在皮肤上有垢我们叫深就是脏脏的黑黑的可是在牙齿上就是白色的牙菌斑所以一般我们都会涂那个牙菌斑染色剂来帮大家做检查看它上面有没有刷掉干净的表面上就不会有牙菌斑，但久了就会造成牙周病所以清洁还是最重要的牙菌斑我们不担心，大家都刷得掉，我们担心它慢慢的形成这个 biofilm 生物膜。我们之前0到100岁里面有讲到这个字它就是从牙菌斑慢慢越卡越厚，然后形成一个堡垒细菌就住在里面，然后呢这个坚强的堡垒你用什么药都打不掉，所以有时候牙周病的病人说那可不可以吃什么药就改善了？不可能因为它已经形成牙菌斑牙垢一个巩固的城墙了除非你用物理性的方式把它拿掉所以我们比较担心它形成牙菌斑那个生物膜所以它这个形成这个坚强的堡垒所以是刀枪不入，所以非常的可怕所以要好好认真刷牙。我们看一下小影片好，这是我们涂上牙菌斑染色剂，你看涂上之后就是没有刷掉的地方整片都红的，所以这个患者大概有80%都是什么？稍微拨一下就掉了探针刮一下就掉了，80%都是什么？牙菌斑所以可以用我们俗称弯机慢速手机把它刷掉。这个一支我们现在一支都要1万块所以非常的贵所以也要好好刷牙所以不是所有牙医师都会帮你这样清掉的啦当然这个刷牙也刷得掉，所以也不用太担心啦只是我们要拍影片，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第二个这个也是我们涂上牙菌斑染色剂检查嘞看一下所以一定要好好刷牙啦这样子够，这市场都刷得掉，牙菌斑我们不担心担心的是它卡在牙龈上。你看这个患者大概只剩下20%，而且大部分都累积在哪里？累积在哪里？靠近牙肉的地方，所以要用背式刷牙法刷牙肉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可以预防牙周病的产生就是怕那个牙菌斑都卡在，有些人就刷牙齿不是牙齿跟牙肉的地方都要刷到这样子才可以好好避免牙菌斑。事实上我们大概牙齿的表面里面外面事实上牙齿随便刷大部分都刷得掉，不会因为这样子没刷到而造成蛀牙。我们看到患者很少蛀牙住在外面或里面，牙周病的患者也是，大部分我们看到患者都是牙肉中间肿起来，或是牙缝中间蛀掉造成的，所以两个原因都是一样，不管是牙周病还是蛀牙，都是由牙菌斑产生很多细菌在里面住在里面，有些是会攻击牙肉的牙周病，有些是会攻击蛀牙产生酸性的细菌所以要好好刷牙。我们从以前大家都知道用背式刷牙法刷45度刷
刷牙肉的地方，才可以避免像刚刚那个情形产生。好，就是牙菌斑卡在牙龈边缘久了，还是会产生牙龈炎或牙周病。好，可是呢，你是怎么刷牙的？第一步呢，是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啊？有些人会先用过水啊，牙刷啊，挤上牙膏啊，刷牙，刷完牙漱口，是这样吗？噔噔，是错的哦。啊，这样的刷牙现在不是这样教了哦。依据美国牙医学会的建议啊，这个表格很小啊，然后他是怎么教呢？他说大概1000 ppm 的牙膏啊，好，一天刷2次，然后呢，刷完之后泡沫吐出来，不要吞下去，不要漱口。所以，那你会觉得说啊，牙齿很脏，怎么办？那些牙菌斑还是留在细菌，还是留在嘴巴里面，对不对？对，所以正确的刷牙。第一步啊，挤上沾湿牙刷哈，然后呢，不要加牙膏，你先把牙菌斑、牙垢先刷掉啊，牙缝先剔干净啊，牙刷刷干净，刷一刷。第二步，再挤上牙膏，轻轻再刷一次，让牙膏均匀分散在牙齿表面上，然后吐掉泡泡，不要吞下去，不漱口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要让副作用，让这个东西好好散布在我们的牙齿里面，这样子知道吗？你刷对了吗？好，你刷对了吗？好，所以再讲一次，先用清水把牙菌斑刷掉，把脏东西刷掉，漱口 ，OK， 很好，再挤上牙膏，再刷一次，然后吐掉。不漱口，不要再漱口了，这样子就可以去睡觉了让副作用就可以好好预防蛀牙。谁教的？美国牙医学会教的哦所以牙菌斑卡久了会产生什么？哇，是结石，是细菌呢。这就产生结石，结石就没办法用刷牙的方式刷掉了然后我们因为这些牙垢慢慢的卡在上面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口水里面也有钙离子或镁离子慢慢的从口水出来，然后慢慢的就跟这些牙垢沉淀在一起，就形成钟乳石牙结石这样成因都是钙所以它自己刷是刷不掉的，所以健保才会说，半年可以洗牙一次它卡久了就产生牙周病所以我们大部分来洗牙都洗这个白色的结石好，我们看一下影片你看这是结石这是白色的，你们看到？这我们要洗的就是白色的结石这样子用超音波洗牙的方式来清这些结石。好，这些白色的结石，你看为什么清掉的时候我们没有碰到，清掉的时候就会流血？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被病人complain过为什么洗个牙都要流血？还被病人投诉为什么我给别人洗牙都不会流血？之前洗牙都不会流血，为什么现在洗牙会流血？事实上，它这些结石太久没洗，这些结石已经造成牙龈的压迫久就会发炎红肿所以轻轻碰就会流血初期就是产生牙龈炎。可是洗完牙之后，你就过2天就不太会流血了所以平常就要好好顾好啦所以清洁是非常重要。这个牙肉非常的肿我们轻轻碰一下，这牙肉都肿起来，这已经算牙周病等级的结石了所以洗牙就是这样子所以正常洗牙没有发炎的人，会有牙龈。洗牙会流血吗？不会我们好几个病人都清得很好，我们洗完牙之后，都没有流血了。当然一开始有些的病人牙周病，洗完牙也都是流血，我们治疗完之后也不会流血所以正常洗牙是不会流血的。所以当你给牙医师洗牙的时候有发现流血，你要问他，我到底是牙周病呢，还是牙龈炎呢？这样知道吗？所以像这个也是
里面很多结石都肿起来了哈，慢慢洗哈。这个有时候哈，一块一块这样子掉下来哈。有些人很喜欢看这种啦哈，我们是每天看到很烦的哈，像这种，这是，牙齿有点凌乱，真的不好清呐哈。所以以后问题还是会很多啊哈，牙齿凌乱不好清哦，就是要靠自己哦。有些人因为怕看牙医又不好好刷牙哈，所以我是自己觉得啦哈，你怕看牙正常人嘛哈。可是你要为了怕看牙而认真刷，而不是越害怕的事越不要做。可是你迟早有一天会面对它哈，一定会有报应的哈所以要定期检查哈。越害怕的事就要越提早面对它，不然到老哈，你一定它牙齿一定离你而去。所以这些结石都是非常可怕的啦哈。这些已经算这个患者已经算是牙周病患者了哈，所以他牙肉非常的浮肿啊哈，而且一碰都是在流血。有没有看到上面呢？上面会更清楚啊哈。有没有看到很多东西跳出来哈？你看有没有看到？结石这样一块一块的跳出来了哈。有没有很可怕？有没有？所以一定要好好，再怎么可怕哈，还是要定期检查啦哈，好好把该治疗的把它治疗好，这样牙齿才可以用到老哈。你要想说你现在的牙齿要用到几岁？现在平均寿命80岁，所以你的牙齿还要用几年？所以你要逃避几年？不要逃避了哈，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啊哈。好好把牙齿清干净啊哈，靠治疗靠医师啊哈，可是保养就靠自己，这个是没办法哈。好好刷牙哈，不然不要等到这样子哈。所以牙缝都是很多牙缝很肿哈，牙线一定要用，又可以预防牙周病，又可以预防蛀牙哈。好，所以每个人都会结石嘛？不一定哦哈。我们有看到患者半年来洗一次，没看到半个结石这样子还要洗吗？我们理论上还稍微帮你清一下啦哈。像我已经4、5年没洗过牙了，我有结石吗？我们自己照镜子，我也没结石，所以我也4、5年没洗过牙哈。所以大致上我还是会定期检查，拍 X 光所以你没有不容易结石的人，你要半年洗一次牙，事实上不一定啊。我们大概会建议，有时候患者都真的没什么结石，我们建议大概1年来检查一次，或者有结石再帮他清掉就好了哈。所以你看所有的科目里面，健保局只有针对牙科，你可以半年去去一次。你耳鼻喉科或健保局会建议你半年去看一次耳鼻喉科嘛。心脏科你半年会去看一下心脏科嘛？不会啊，可是牙科不一样啊因为牙齿这种珐琅质或牙周病都不会痛等到你开始咬了，牙齿会咬了骨头都流失很多了，不一定留得下来，所以还是要半年定期检查有流血就记得这边不一定，有时候只是单纯的牙龈炎有些甚至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刚才看2个月是单纯的结石，把它清干净，因为是已经牙周病没有流血就没有牙周病嘛，也不一定的有些患者吃尼古丁的抽烟的它尼古丁作用，血管会容易收缩，也没有什么流血、牙龈发炎的状况，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牙龈红肿的问题可是他还是有牙周病所以还是要半年定期检查。大家知道啊好好刷牙所以这次学到什么？你要刷牙不可以吐掉，所以分2次刷，一次把牙垢刷掉，一次呢用牙膏刷过一次吐掉不再漱口，不再漱口，大家知道吗？好，祝你有一个好的牙齿，谢谢，拜拜。